日产客不说的秘密，建商营收从41亿掉到5亿，但高雄豪宅市场没在怕的。先说结论哦，这个营收比起过往只剩下1/8呢，结果建商反而更有信心，你知道，这就是豪宅市场的坚挺之处。嗨，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我们上一支影片聊了买房送的铁皮屋违建，这个有保固吗？如果你还没看过的话，可以看一下。那今天我来跟你讨论，高雄豪宅市场要崩了吗？这是来聊一个新闻，标题我念一下：2025年营收41亿掉到5亿，高雄豪宅王从业35年最寒冬。那内容就是记者去采访有高雄豪宅王之称的黄苑建设董事长郭敏能董事长。那他说他去年总销5亿，是他在房地产35年来营收最低的一年，相较前年直接缩水1%哦。好，那你看这个标题，你第一反应是不是哇靠，豪宅建商要倒了终于啊，居住正义大侠古天同庆，然后在那边幻想说什么？豪宅市场要下杀了，那房价也要崩了，怎样没的那媒体开始兴风作浪。我知道你很急但你先别急，至少先把这支影片看完，搞不好你看完以后反而会想说，哎呦，怎么会是这个样子？我们再来看一个划线的地方一开春黄苑已售出4户，都是自住的刚性需求，总销快追上去年营收，什么鬼？他卖了4间豪宅案他卖了4间，然后每间1亿多这样，结果就已经快追上去年的业绩。这到底要讲说这个是业绩好还是业绩不好？如果讲说业绩好，不错啊，开春直接4间，讲业绩不好，我靠，4间就已经抵全年营收，去年的营收什么东西？然后不要忘了他说这个是什么？自住的刚需，自住的刚需，你看来了吧？我之前有说现在是台湾人有史以来最有钱的时刻，真的是有史以来，有历史以来，这个历史可以追溯到长滨文化时期，那时候的台湾的原始人，应该是原始人吧，都没有到现在这么有钱过股票3万点暴涨又暴跌这样，这个股票的钱怎么落袋为安？落袋为安的钱它会继续回股市吗？怎么可能？这些钱就是从股市里面逃出来的钱，怎么又会转身一头又扎回股市里面？不会嘛？那你这个出来的钱你要买什么？奢侈品这是一回事，这是消费。那你要继续保值，你要投资，你要自产，你会选什么？还不是就是房子、房地产？这也是央行严防死守。为什么现在这么有钱，可是信用管制房地产管制的死死的，就怕大水漫灌嘛？这个冲进来还得了好，所以有钱人就会开始拿处分股票的钱就开始去买豪宅了。你看我框起来的地方，郭董事长对未来的台湾经济超级有信心，因为我们各项经济指标都在创新高 ，GDP 8，哇，什么东西？没有道理说房地产会崩盘啊。所以他就算去年业绩只剩过往的1/8，他也是怎样？公司照样加薪照发年终代表什么？代表他未来的豪宅市场很 OK，很坚挺。所以需要这些同仁们留下来继续服务之后的这个豪宅的买方。再来你要知道，限贷令不影响豪宅市场。很多人会觉得说限贷令出来豪宅市场会直接被干趴，因为你贷款的额度你只剩30%，就是说豪宅，我跟你说那个内政部他们写不是写豪宅，他们写说高价住宅它的用词是这个高价住宅，就豪宅线以上豪宅线以上，这个可贷额度只剩30%然后要拿出来的钱会多很多很多，怎样又怎样，不能像鼎新魏家以前什么自备1%贷款99%了怎样怎样，这当然是对的。但是买豪宅的人他的钱从哪里来？他们就已经不是走中产阶级的薪资路线了呢。中产阶级换房子的路线是什么？就是小换大旧换新，意思是他手上这间他要卖掉算一下旧房子可以卖多少，然后看看自己能再加多少，然后去小换大旧换新这样。但是喝雅郎不是这样啊好野人他们手上本来就有大量的现金或是股票处分掉的收益，不然你看这个新闻，数亿元的豪宅交易案，10桩里面有4桩是现金买的，我靠！所以限贷令对他们来说根本就是没有感觉的，只能贷款3成就3成，你看不起我，我就来个现金买断，就这样。豪宅它有后面的财务工程可以操作，现金买断，然后过一段时间，以前是现金买断就立刻继续办继续办那个抵押贷款现在是这个不讲
好，那所以你会发现现代令达到的是谁？就是需要高贷款杠杆才买得起房子的族群，像你像我这种的中产阶级或首购一族，豪宅市场的买家他们没有差，你知道？最后你要知道，豪宅市场跟一般住宅是两个世界。我先说，这是两个世界，你不能用豪宅的行情来说，这里的一坪都多少了所以它附近的中古屋还很便宜，不是这样看，豪宅的市场是切开来的。所以我们回到郭董事长的说法，为什么他对高雄未来很有信心，然后敢加薪留人，就是因为他非常清楚高雄的重大建设持续推进。台积电现在才1/6血而已，你知道吗？等到2028下半年接近年底的时候，才是所谓的满血台积电。那你看到时候的威能会有多么恐怖？除了有台积电以外，又有各种顶尖外商来投资，然后满血台积电真的是我拍很久，修修剪剪然后去补那些画面，我真的是拍很久啊。这个应该会变成买房阿元的一个代表作慢慢等我还没剪出来，剪出来以后我会发在会员影片。哇，这个满血台积电，我还照这个词好了，满血台积电对房地产这边，满血台积电的实在是太凶狠了。现在才1/6血，你看高雄这个房地产市场就 OK 啊，欣欣向荣啊，等它满血再6倍，我靠！所以高雄势必未来会出现更多的有钱人。好，那请问这个时候，我知道你要问说如果是这样，为什么2025的豪宅市场那么惨？因为惨的不是只有高雄啊，其他地区豪宅也都很惨啊，还有那个全年销售挂0的呢。为什么？大家都在等什么？等政策明朗化，等川普放大决结束。等股市的反应，有钱人不是傻子嘞，他一间房子溢来溢去的，当然是看清楚方向再出手，而且有钱人的情报链会比我们这些中产阶级还要高级很多，他们在读资料都读原文的那个国外海外最新的动向会影响台湾的，然后我们看到就不要翻译成第几手了，信息都失真。好，那现在状况也很清楚了，除非发生重大意外，台北市大地震对面打过来之类的，不然台湾经济目前看起来就是会越来越好，所以你才会看到皇苑建设去年业绩很惨，但是今年开春以后马上卖出4户，这说明什么？说明钱一直都在，买家一直都在，只是之前都在等时机而已，现在时机到了，就出去了。这些是预售呢，这个不是说买了以后立刻可以开始装潢准备入住，这是预售呢，他们都看好了，有钱人都看好了，所以我的结论是说，未来的高雄真的很值得期待，人家好几亿的豪宅都在买了我们买什么1-2千万的是别惊啊，真的是别惊啊。讲完了我们整理一下，今天我们讲高雄豪宅市场是否真的要崩塌，我们分享了皇苑建设2025年业绩严重下滑的真相跟豪宅市场的资金流向，以及现代令对豪宅买家几乎没有影响。结论是，高雄豪宅市场没有要崩啊。你看皇苑嘛那只是过去1年市场都在观望跟等待，如今各项政策跟经济形势逐渐明朗，唯一不明朗的就是 Trump 川普会突然又怎样，突然又怎样那资金开始回流房市，买家逐步出手，未来高雄的房市还是很有想象空间的。最后我来问你，如果能住豪宅，你会想要住哪一种豪宅？ A. 顶级地段，楼下就是高档饭店。 B. 安管超严格，加1层1户。 C. 无敌海景房，360度无死角。对讲八卦之前先打个岔长期看我的朋友都知道，高雄置产要找谁？找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林店长。小老鼠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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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小老鼠5个 go， 免费的那每隔几天你都可以看到一些有增值潜力的房子被po出来。那跟我说好友已经加到超过7000人了，真夸张。那想自产台北市、新北市的朋友，就加台北101肖店长的 LINE， 小老鼠 buy 台北，小老鼠买台北这样。那让肖店来帮助你成为天龙人。跟我说已经超过2000人加入了赶快加，越早加入越早挑案件。买了双北，你想要装潢，你就找汉一室内装修装潢找谁？不是找，就是怕被当盘子敲嘛。我就推荐汉一陈老板，反正问不用钱。小老鼠汉一HANYI 汉一，你想要只做一间厕所的翻新，这都可以反正你先问，拍照传过去，去丈量讨论之后再说。汉一很有实力的。资讯栏里都有连结，那你看全台房市冷淡中，高雄的重大建设却一个都没有停。那你不趁现在挑房子，你是要等重大建设落成以后，你去抢贵的，你才高兴是吗？加入买房阿元的 YouTube 频道会员，
我把高雄自产增值的宝藏都埋在那里了。啊，如果你是苹果手机你记得你要用网页来加，你不要用那个内建的 App 来加，不然会被多收苹果税。反正我就一直研究，一直拍那能拉抬房价的高雄市蛋黄区重大建设，那有阿元看房系列，就直接带你去看会增值的房子是长什么样子。现在加入就能获得帮你整理的高雄重大建设都不用猜我自己也有买高雄，所以你放心，你看到的真的就是我自己正在身体力行的功课。现在就加入买房阿元的 YouTube 频道会员，马上加，马上开始抄作业。最后提醒你，不要炒房，不要炒房，不要炒房。你买在重大建设旁边配合政府的公益出租人的政策，做个好房东，守住房子，自然老了有房也有钱。我刚看 YouTube 的后台有 74% 的观众朋友都在看而已，没有按订阅就这样还有55000订阅，那就麻烦你帮我按订阅，应该不久后就10万了。10万有什么好处这样我就会比较爽对，按了吗？按了好感谢你的订阅，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讲八卦讲八卦，直接讲一个说一坪100万1坪100万的案子，它不一定是豪宅如果要讲到一坪高雄出现一坪100万的预售案的话，我个人看起来它不一定是豪宅虽然豪宅现在最高是 84.7 万一坪，夸张在美术馆这里 84.7 万那你说接下来一坪100万也不远了嘛？但我倒认为说一坪100万不太会是出现在豪宅这种大坪数超高总价的产品上，可能会是小宅景观超好的那种。你认为会出现在哪里？下一个有机会挑战一坪100万的小宅，小宅是这样它总价低也没多低啊，大概2000，可是它单坪可以超级高对不对？它只要控制得了就好了。那你豪宅一坪100万，再乘上豪宅的坪数还得了？所以一坪100万的案子我会看起来会出现在还是可以给首购贷款8成的总价带里头，也就豪宅线以下，更有机会出现一坪100万。那一坪100万你现在认为它最可能出现在什么地方？高雄的什么区？农16吗？还是凹子底？还是亚洲新湾区？还是美术馆？我告诉你，我个人认为会出现在，这不用我个人认为，这个我们高雄在看的大概都是这样子判断会出现在爱河旁边那个国宾饭店围绕都更案，它太屌了，那个案子太屌了。那个这个高楼层有景观，你先不要管房子的大小跟总价，反正豪宅线以下那屌到什么程度？屌到说哇，他这样子站在阳台，甚至在主卧躺着环顾四周，他可以一次看尽什么山河湖海，而且那个海是出海口，爱河的出海口，海鹰中心那个晚上打灯的打那个灯给你看的很夸张很夸张所以未来一坪100万我个人就认为就是出现在那个案子率先会出来，也不是什么美术馆安藤忠雄案，也不是什么新湾区的国城建设的安藤忠雄光影美术馆我个人认为就是会先出现在那里。太屌了，它这个东西无法复制，你知道，它一上市就绝版因为那块土地就被盖掉了然后它又可以盖超高，有没有去查它的容积率？我是很纳闷说台北这个金华城容积率就可以关一连串的人，你要不要来看一下高雄？高雄真是建商应许之地。扯远总之就是山河湖海，一坪100万，那个太厉害。你没有去看过那里的景观你会觉得说这景观有什么？哇靠！我只能这样子讲尤其是台风天要来的时候，有所谓的火烧云，我跟你讲，彩霞漫天，你站在那里又看着山河湖海，那很恐怖那个是动人心魄等级的震撼那个景观是会到这个样子然后你底下是这样子的爱河弯弯曲曲的爱河，然后海鹰中心，然后那个城市市区城市的灯火，地面上万家灯火开始这样子悠悠点起，然后天上火烧云，然后车水马龙流动的城市，很屌那很恐怖动人心魄，真的，你站在那里会觉得是心跳有点加速的感觉。景观宅的意义，一坪100万，如果会出现在国宾饭店围绕重建的话，哇，那我会说当之无愧，真是当之无愧。好，那再来讲说真正来毁灭掉台湾豪宅市场交易量的就不是限贷令，就不是那个信用管制，那会是什么？我跟你讲，是2023年7月实施的平均地权条例修正案里头的司法人购置住宅许可制
就有所谓的私法人跟自然人，那公法人就是政府那边那个私法人就民间的公司私法人购置住宅许可制，这个东西是什么？就是说以前在2023年7月以前都怎么样？都用公司去买豪宅，用公司去买豪宅买来干嘛？买来做董事长宿舍真的前面熟悉都这样你去查你调成本，二类成本大家都调到你会发现说很多的那个高价住宅就是超过豪宅线的，持有人怎么都是公司，怎么都是法人就是这样以前就是可以用，这以前没很以前2023年7月以前就是可以用公司来直接买豪宅住宅案我都去开过会，真屌大直的豪宅，台北市大直的豪宅，以前那一科嘛然后有一个客户就看我的文章，看我的影片来就这样，我真屌那个豪宅然后它阳台真大，它大到可以要了我的命，我靠，那个大到那个程度，然后种了一棵很大的松树，然后那个扭曲那个很艺术，很像是那个日本明信会出现那种松树。客户是没说什么我们就在那边开会但他秘书就偷偷告诉我我看到你想拍那个松树，这边都不能拍，全部都不能拍不好意思，跟我道歉这样，反正房子里不能拍，外面公社走道梯厅全部都不能拍然后他说那个松树快500万，就这样，怕你拍出来人家认出来就知道他住哪里了所以豪宅隐私极端的严格。然后这个现在这个许可制什么意思？就是说你现在公司我就是要用公司来，还可以贷款只是没有首购8成而已。好，那公司来买住宅要送许可不好意思，这许可不是各地市政府，你各地市政府大家可能就觉得说还有洞可以钻直接送中央省都不会过的，没人有办法过的除非一些很特定的。为什么当初会演化出用公司来买房子，行之有年行之超过10年用公司来买住宅买豪宅这种事情，节税节税神迹呢公司的盈利事业所得税通常会比个人的重所税它低很多如果你个人买房你个人的最高税率你可能会来到40%以上，你用公司的名义买，税率是有弹性很多的然后再来是开销抵扣公司买了豪宅，他可以说什么员工宿舍就董事长宿舍那他可以说什么招待所，招待所我等一下再补充那这样一来，豪宅的装潢、水电甚至管理通通都可以列为公司的开销，用来抵扣公司的收入呢。那这样要缴税就更少啦，你知道吗？就是说法人跟自然人的差别，法人就公司那法人是赚了钱以后先扣完成本，剩下来课税。自然人就是赚了钱以后先课完税剩下还你，这就有差别了那所以能用公司做事情，不然我们在外面吃饭怎么那么多，要不要打统编，要不要打，就是这样，看能不能列成公司费用，那是隐私保护很多低调的富豪不会希望自己的那个名字在成本上看到，所以都用什么叉叉投资公司，他不会说鸿海就去买，不会，他就开一堆奇怪的空壳公司，就是为了来持有这间房子而已。所以邻居或记者就很难第一时间查出这房子到底是谁，还要去查股东结构，然后又交叉持股，按照要藏啦，这是隐私啦。然后还有最重要的你说房子你要大间也不一定要是豪宅，你为什么一定要是豪宅？不好意思，这个东西叫财富传承，财富传承。我先讲私法人的操作私法人的操作就是说，老板可以用公司来持有一间豪宅，然后怎么样？这公司有股份的嘛，然后这股份可以分给小孩嘛。分给小孩的话就方便很多嘛，你是这个小孩的持股呢，他就不会走什么什么遗产税什么赠与都是节税这样豪宅的所有权名目上就已经完成，透过股权转移过去了，省非常多的遗产税跟赠与税。不然你赠与税那赠与税你看一人一年最多赠与244万，那你一对夫妻有钱的富豪夫妻，他要给儿子女儿各，他就是爸爸给儿子244，妈妈给女儿244，就这样了嘞就这一年就过去了嘞。那弄到处分要2亿多的豪宅，你看要多久？麻烦真的很麻烦所以说司法人购物本来就有其需求，你不是说大家都在讨论说什么，是本来就有其需求催生出来的，是这样子。那讲回招待所现在招待所这名字超负面，对不对那我个人尤其是跟后来嘛就跟很多那个董事长或是明星艺人或是一些反正就政治人物就有开过会。我现在真的是
观念有改变哦。我认为啊，真的是需要一个招待所这种空间哦，真的是需要。招待所这东西是刚需，你知道吗？不是说要开什么淫乱 party 哦，而是说要谈一些真的不能对外曝光的商业合作啊、或是要敲代机。今天你敲代机，你不要想说啊，就是那种88会馆那种黑道啊，什么什么政商勾结，不是那样。你不要讲到那种层级哦，光我们平常我们就有很多是需要不能够对外曝光，小公司小老板也是。哎，都这样啦。有一个人他身上有一个专利哦，然后这个专利啊，对半导体的制程啊有一点点作用哦，然后这个人啊就被叫进去了，这个被拍到哦，你不要说对全民有什么影响，这对业内都会产生震动啊、我以前上班也是啊，谁又去见了谁，那这种八卦还会少吗？所以说，还真的是需要一个招待所这种东西哦。有影响力的人，甚至是只要拍到谁跟谁见面，媒体都可以兴风作浪，这就很不 OK 啊。最好就是在哪里，在豪宅里，因为门禁森严。你如果是商办哦，又很多人出出入入哦。你如果是酒店哦，那个又包厢制的，又还好，你外面也是出出入入。你躲狗仔都没办法，因为狗仔可以是客人啊，他就进去啦。狗仔他可以是商办的谁啊，来送包裹的啊，他就狗仔。哎，就这样，所以我真的是啊，豪宅他怎样都进不去，他连空拍机他都拍不到东西，哎，所以我说真的，有钱人或有影响力，我们讲有影响力的人啊，他买豪宅的需求是真实存在，不只是要自住，真的会需要一个招待所，然后去就车子嘛，然后那个膜贴一贴啊，哦，合法范围之内，最好让外人都看不进去是谁，然后就直接开进地下室就上去了，就这样，这样最好了，真的是最好了，躲狗仔哦。啊，躲一些那个媒体记者，这最好了。所以有钱人买豪宅的需求是真实存在。好，那现在啊，因为那个平均地权修正成用许可制，影响真的很大。大在哪里？现在只能用自然人买呢。哦，你我都是自然人哦，就人呐、哦，开公司的叫法人呐、哦，那只能用自然人买呢，影响爆干大哦。所以豪宅几乎是成交量是被毁灭掉的。大在哪里？大在说，还记得我前面讲了吗？哦。这个赚钱的逻辑，课税的逻辑，自然人是怎样？是你赚了钱，哦，先扣掉政府要的税，剩下的看有多少再给你，是这样。所以那边重所税啊，高薪工作的躲不掉的那种哦，那一个月收入到30-40万、50-60万的领薪水的哦，他们40%呢，你看他们要怎么闪不掉，很痛苦啊。好，那一个自然人，现在大家用现金买，你手上要有如此巨量可以现金买断豪宅，我们就讲2亿好了，高雄的豪宅哦，你要有合法干干净净完税后的2亿现金趴在一个自然人的银行账户，哇靠，这件事情有多难？我想到我都觉得头很痛，要被剥掉太多层皮了哦，避无可避了才会剩下这些。你说，哎，我们诈骗集团用现金买，你以为现在豪宅的卖方他不会调查？那建商不会调查，建商会调查，你知道，他不能够让一间豪宅，为什么就变成诈骗集团窝点了哦？就是这样。啊，你不让公司来买豪宅，公司的钱不能来房地产这里，他要去哪里？政府是希望发展实业，不要连公司他妈能够投资技术啊，员工福利啊，结果你跑来给我炒房，是什么东西那实际上有吗？影响真的很大。现在公司跑去买商办。因为司法人不能买住宅，可他可以买商办，商办又被买起来，就是这样。台湾华人的思维里头，房地产住宅跟商办，它都是房地产嘛，房地产就保命的作用，真的有保命的作用，就是这样。来，你认识律师朋友吗？没有的话，你马上就要有了。我在高雄好不容易才认识的超强律师朋友介绍给你，听好哦。婚前财产分配、婚后财产分别、买卖房屋纠纷、买到漏水屋、买到凶宅、预售屋广告骗人、前屋主不肯搬走、中介隐瞒事实、担心合约有陷阱、楼上漏水不修、遗产分配不公、赠与小孩房子、担心房子被诈骗、借名登记不肯还、遇到装潢蟑螂、验屋验到想告人、室内装潢纠纷、法拍屋纠纷、车祸赔偿纠纷、家人遇到诈骗、土地被霸占、遗嘱相关问题。对付2邻居，对付2房东，对付2租客。刚念的有中一个你就加了马上就问。赖的 ID 是小老鼠 low help， 小老鼠 LAWHELP 加就对了，不要拖，法律事情越拖只会越难处理。祝你顺利。